感觉跟自己息息相关的大事啊有了，今天就来播报给大家。现在是2025年的5月26日，就在几天前，大马的移民局出手了，他们去抓了一些中国人。你看，我们也是中国人，所以这个事情很想跟大家分享。被抓的这些人呢，他们办了一个签证的公司，帮大家办签证，而且有很多是伪造证件的，这个犯罪其实是非常恶劣的。那么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对于签证有正规这2个字的体会，分享给大家。第3个部分呢，作为生活在这里快3年的中国人，我们持有 MM2H 的签证，有一些自己的小提醒也真的很想和大家分享和共勉。先来第1个部分，请王太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究竟这个新闻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在马来西亚移民局的 Facebook 面子书上就发布了几条他们进行黎明执法 downgrade 的这个突袭视频。它是23号发布，他们20号的行动是吧？是这个20号的行动，在中午的12点10分左右，他们进到了这个 Jalan Ambang 和 Jalan Kia Pan 这个附近的3处地点其中一处他们是捣毁了一个叫 Agent 001的这样的一个签证代理机构，并且他逮捕了6人，其中5人是中国籍。处呢？还有2处都是涉及外劳的一些这个证件的伪造。我比较关心，我们又是中国人嘛，就又是关乎这个中国的这些人去申请这个短期签证。我们来看的事实，它就是说，这个移民局他们事先进行了2周左右的这个调查，然后就是发现说，这样一个以中国男子为首的这样的一个犯罪集团。应该说是长期以来去涉及去制作一些这个social pass 跟 special pass 的这样一个申请文件的伪造。旅游签和它的特别延期是吧？对然后这个旅游签特别延期伪造了这些申请文件之后呢，有23本这个中国护照，估计是要申办这些签证的，也被同时没收了。哎呦。这个就是比较令人这个吃惊的，就是没有想到就是在工作地点上，这个签证代理机构里面6个人里面有5个是中国人，而且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就看到，确实是好多本中国签证这让我们挺唏嘘的。是他那个 lobby 上面就写的某某集团是用汉字写的，那显然就是一个中国人开设的公司吧，对吧？那么我的第一感受实际上是我想为移民局点赞，因为我仔细去看了一下移民局的面子书，以前没有关注过。我觉得他们的工作还挺忙的呢，每天都能够更新好多条，说他们的各种行动，他们的执法的进展，国家的政策等等。我是觉得这个行动虽然针对中国人，但是我觉得他们做得好，做得对，因为他们的职责不就是为了去维护马来西亚的边境安全、国土安全去出力嘛，对吧？是的。但同时呢，我又有点觉得我不知道是可悲还是难受，因为想想看，如果是你要去办签证，你很可能就会去上小红书、上抖音、上面子书去看一看，尤其是中国人和华人喜欢的那些渠道，一看这个经常发布文章，选中了就找他们。同时，如果你是这23名人士之中，你的护照被移民局拿走了，有可能的结果就是说难听点，我猜你是搞法律的，我觉得有可能是一辈子都不让你进大马，都有这种可能性。我也很担心这申请者被作为这个黑名单清单人员，对吧？然后我看到这里面新闻还提到，就是现场搜查里面他们还发现了就是没收了2本这个 EP Employment Pass， 还收了2套 MDEC application。MDEC 我知道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就是给那种高科技类的多媒体的什么，他们以前办过那个多媒体走廊嘛，有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和用这个名义办的工作签等等具体大家可以补充。就这么一个事情，我觉得移民局呢显然是精心规划，你看调查2周，3处地点一起出发。然后呢，这个很快又把它新闻公布出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些感受了。首先这个事情我的感受是，就是要流程正规，非常重要到说100遍都不会嫌多。王太先说说看你的感受，身边就是办各种奇奇怪怪签证的各种新闻也听了不少了，是吧？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说，这个潜规则终于
被执法了。这样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2023年1月份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当时就认识了一对中国夫妇，他非常自豪得意，然后说你们办什么签证来的？略带不屑的问我们说，你们办2+一点都不值得，2+这么贵，有这点钱我都可以去办澳新的这个移民了，来马来西亚办什么办？然后我们就好奇的问他说，那你不办第2家园，你怎么来呢？以什么方式在这边生活这么多年？他说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签证可多了，你这边办陪读签，这个对吧？那我说陪读签不是只能有一个家长吗？他说那你可以办模特签。我说啊，我都没听过。医疗签，然后什么探亲签是啊。他说咱们来这边几年就没有办过这个所谓的陪读签，我们都是以这种方式，很省钱的，很省的。中国人可能就是想花小钱办大事的这样一个潜规则的路径，可能通过今天这次 Agent 001的 down raid 可能被大白于天下，也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的执法的关注重点。是投机取巧吧？就一方面呢，我们身边也有过一些朋友，真的就是他合法合理的想去办这个陪读签，但是速度就很慢啊。其实这个我理解啊，有时候这个官方机构啊办事不是在我们的掌控之内。但为什么我要提正规呢？我的感受就是，你要找一个正规的机构，其实这点很不容易。你看大家都喜欢去小红书啊、抖音啊找素材，而缺少了一个什么，自己再去审核，看他的资质，通过 Google 啊、官网啊再去看一下，检查一下，跟别人当面交流一下的这种心态和做法就缺少了。那第二呢，就是我们以前做直播跟别人说啊，你想来大马，我们不是还做过几期直播吗？也做过一些节目，我们一直突出的第一点，尤其告诉大家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不要违法。小的事情呢，我也想要提醒一下啊。目前在签证类型上，我知道有些人的想法是第2家园拿不到，那我看是否可以陪读啊、旅游签证先过来啊，或者办一个什么工作签证啊，这些我个人都是不太建议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不是第2家园，第2家园拥有的一切便利其实它是不具备的。比如来说，陪读签证你只能同时来1个人，数字游民只能申请1次1年，再延1次2年，以后就不给办了。陪读也是的，它也是1年你要续。陪读是每年续签，你每年续签的时候，每年又得去做双认。如果工作签证，除非你有工作，那是可以的，可以带小孩，家里就来读书了，就可以先来生活了，这是可以的。那如果不是这样呢？那有些什么代理会帮你创造一个所谓的工作岗位，第一，这个成本非常高；第二，我觉得这个毕竟不是一个正常的渠道，你的名义跟实际不相符的，我建议一定要非常谨慎，一定要非常谨慎。如果你是旅游签赖在这里再去办第2家园，我觉得这个你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因为海关知道你是旅游进来的，时间长了，你看海关常常不定期的都会去驱逐一些人，不让他入境，这个给自己会造成非常无尽的困难。对，什么叫不要违法？就你先取得一个合理合法的签证，然后再考虑到大马，千万不要想着投机取巧，这个就是叫正规，因为不然是这样的话呢，你付出的代价是极大的，对吧？你们能说说看？我感觉就是投机取巧，你说的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他就真的是两眼一抹黑，对他来讲办签证啊，我又不懂英文，也不懂马来文，对我来说，马来西亚这个政策我一点都不知道，你让我怎么办？所以他会抱着一种说这事情很难，我做不了的一个心态，然后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去小红书啊什么地方就是去抓了去找。那当然，这些办理这个签证的专业服务公司，他们在这个 presentation 方面也是非常专业，能够让你立刻信服他有这样一个能力去办。所以这个确实是有一些我们的同胞他是没有这个能力，或者也不相信自己通过自己的检索可以办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就会轻信。其实除非啊，你像新2家规定指定让代理去办一个国家的签证啊，就他们移民局这些机构肯定是有合适的流程让你去办。就那些非法的代理啊，也抓住了这种心理，你知道吗？我后来去小红书一看，他们公司就是做了大量这样的短视频。第一句话就说，为什么在大马办理SP 啊办理签证要找代理？他说因为你不懂马来文，你整不上2句。他说你跑去你在柜台就会被官员打发回家，这不是瞎说吗？我们自己在大马的政府部门办过多少事啊，别人不但英文好，而且很客气，是有合适的流程，再不行旁边有的是人会主动的过来帮你，对吧？是，我们在门口经常看到就华人面孔，他们看到我们去办事就很热心的主动帮我们去做翻译。虽然我们用英文就可以沟通，但是他们还是觉得说，我要帮你，你可能是有难处。对，是在我们当时出车祸的警局，还是你去办那个 road JPJ 啊，甚至我们有一次去这个外交部去办证明，都可以。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英语不好没问题，你可以用个翻译软件，然后开口求助，其实就可以了。对，就这个底线就是正规这2个字，真的。像我们以前有个很好的朋友就提醒我们，你们是外国人啊，生活在大马，这2个字非常重要，因为这国家会查的呀。你看，我以前也看过移民局的官网，好像不止今年，去年也有过类似的行动嘛。他一直就在去抓出这些
不法分子和以不合适签证生活在大马的各种各样的人吧。一方面呢，有些人就像你讲，他是被忽悠的，他被代理看到了这个以后，他就产生了害怕，因为有信息不对称，就找他们去办了。还有些人呢是知道，哎呀，这里面可能有些问题，但是呢，他总觉得，哎呀，没关系，找他们就好了，付钱就好了，会有这种心态。对，而且我就是觉得说，如果真的是伪造的这样的一个申请啊，比如讲说明明没有病，通过医疗签证去办，那其实一个谎言要有很多其他谎言。我能够想到的例子就是，将来如果你需要在马来西亚买什么医疗保险，你明明是健康人士，然后伪造了一份这个医疗证明，然后去申请到了医疗签证的话，对你这样医疗保险都是一个很难的，也许人家就不会受理，对吧？会有一系列的麻烦，要有很多谎言去填啊，这个是很麻烦。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大家会有一种心态说，就是这个签证好烦啊，特别是像陪读签证，它1年要续一次，那就会想，我有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式？他会觉得说，我大聪明啊，我听说这个办这个工作签证的话，什么小孩还能够上什么公立学校，反正就是享受很多这便利，我要么就去问一问吧。但其实这也是一个谎言，因为你是真的在工作吗？OK。对你这个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啊！你看，去年美国大选的时候，2个字常常被提及，我觉得对我们生活就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就是常识 （common sense）。就你想一想，你办这个事情啊，现在很多人不是很爱上小红书啊、抖音，你去看，好多人跟你说可以办红卡，很多真的什么代办，然后他用各种恐吓，像什么警告啊，马来西亚签证政策变天了啊，什么签证又变了，好消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诱惑恐吓，让你去相信他，说可以办红卡，还可以办什么工作签证。为什么要 common sense？ 就想想，有这么容易获得吗？你没有在工作，能办工作签证吗？你这时候想一想。那么说实话，我觉得中国人呢赌性比较强，缺一根筋，就是法治的这个意识。你要知道，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解决的，而违法的成本在马来西亚，在正常的国家都是很高的，是坚决不能犯、不能有的，因为一旦有，造成的代价是你不能承受。要这样去思考这个问题。对啊。第三个部分就是非常 personal 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大马算是生活了3年，我们不帮人代办任何东西，但是呢，我们自己有些生活的提醒啊，我想能够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呢，就王太刚讲的小聪明，其实我觉得在中国人身上，我也不会一样，因为我们也是中国人，也在慢慢清洗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毒素。我觉得这个是蛮多的。我们总觉得说，哎呀，有什么东西是在规定之外的，什么东西呢可以绕开一下进去的？对，太烦了，什么麻烦，捷径 shortcut 走一下。我们具体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看，生活中除了签证，蛮多的什么呢？像我们有些朋友从中国回到大马以后说，来，我跟你分享啊，这个干货这个粽子是我从中国带来的，分享给你，心是好心，但是我们是怕的要死啊。是，因为猪肉制品马来西亚是不能够从国外带到这个马来西亚来的，所以你说难免这猪肉里面是有猪肉，对吧？还有一些会带什么小笼包、生煎包。我有时候跟朋友说，真的不要带。还有小笼包啊，就是太危险了。还有一些种子类的，还有一些新鲜的蔬果，他们是好心带给我们。我说真的不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这个带进来太危险了，在那个一个是首先要扔掉，根本就不能进来。第二个，如果你没有扔掉，然后被他们海关查出来的话，你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罚款。然后甚至是蹲监狱，甚至说不定就当场遣返也有可能，何必呢？有的是带着孩子的，有的孩子一个人来，你说这个孩子小年纪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理？这个呢是真的不应该，因为他不是不知道，飞机上在落地前就提醒了，对吧？如果我们讲最严重的，如果你带猪肉制品进入大马，那是我记得是罚款几万令吉或进监狱。我相信马来西亚人不是开玩笑的，为什么他不能执法一次呢？飞机上面报的是骗子，所以就把我吓了个半死啊！但是我们也跟朋友说，你知道吗？这个问题很严重的，你真的要当心。他们都是一副满不在乎，没关系啊，或者说知道，下回再带一个东西给你。他们还有的人会跟你说，不会查到的啊，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从来没有查过。小聪明，我觉得那真诚的，如果你是大马人就算了，如果你是中国人，真的我真诚的，虽然你们会骂我，但我真诚的提醒。不要犯小聪明，我们中国人对法治意识太薄弱了，我们的赌性太强了。大马人很多人不是说很讨厌说签证开放，很多人进来搞诈骗、坑蒙拐骗，我还以为街上看到的那些乞讨或者是诈骗集团呢。现在想想看，这样的新闻办假签证是不是也是一种诈骗？
是啊，是不是也是大马人讨厌？还有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他们在这边长居的一些人，他应该去办理这样一个驾照，马来西亚的驾照，因为中国没有加入这个什么国际驾照的这个联盟，对吗？对，没有汽车联盟的，不是的。中国驾照是不可能通过去办一个所谓的国际驾照，然后就能够成为合法的这个 driving license 在马来西亚上路的。但是我们有一些朋友跟他们讲了之后，他们就说好烦啊，我要重新考交规啊，还要重新路考啊，这个就很烦。或者说我从来没碰到过警察啊。对，但是他们就拿着这个中国签证这样去开，也没有去办那个 P 照，也没有去办那个是叫什么来？一个叫那个 PDL， 就我现在的，告诉大家啊，我都快办2年了，到今年11月我就可以转换为 CDL 了，就是一个合法的就是完全的大马的驾照了，对，是可以申请国际驾照的这个小分享。是，所以你就是拿着中国签证，你在路上，我们是经常会看到路边是有警察执法，我是很担心的。一些这个身份监证，这个你被他查到之后，咱们先说这是马上就会发生的事情，你随时开在路上，对吧？这是一种。第二种，我们有朋友他当时就是出了车祸，他的反应就是我只能私了。我不敢进保险啊，为什么？我是拿的不是这个正规的这个马来西亚驾照，我怕到时候被这个交通局，然后联网移民局我自己留下黑记录，或者被遣返。是真的，就是告诉大家是会有真正的 consequence 的，会有结果，而且结果是严重的。我还再讲一个小一点的，但是比较搞笑的。有一次一个朋友一起开车到了一个地方吃饭，我说停车费你别忘了付停车费啊，我提醒你啊。就他哥，停车费用什么软件付啊？我在支付宝找，我说大哥，拜托你在这里开车这么久嘞，下一个 flexi parking 不要觉得有问题怕麻烦，你就去下一个，正常的就付几毛钱的事情嘛，5毛钱的1个小时而已。所以这是说的有点长，小聪明。我呢还想要刚才的一些讲到的，给大家第2个提醒，就是真的。你看到签证这个事情吧，五花八门，乱花渐欲迷人眼啊，所以现在尤其是小红书啊、抖音啊这些让人低智的这个东西用的多，我建议大家真的是渠道上你要去审核。像现在第2家园不还有一些资质的审核嘛？他们不是说是这个政府颁发的一个代理的证，对吧？对，你就去看一下了解，不要轻信，这个倒是没办法，就是网络上信息鱼龙混杂，骗局变得多了啊！这不单单针对中国人，各种各样的帮你办事的，你要想看这个事情对你重要吗？你愿意被驱逐出境吗？如果不愿意的话，那么他的资质就是很重要的。驱逐出境，然后上了黑名单，永远不得再次进入这个国家。是，我还代价我们能承受吗？那不行。所以当初我找大人的时候，还真的是跟他们打过很多电话，了解过他们的。我才敢找他们。那么我还有个提醒了，就是你仔细去看这些社交媒体的传播，我现在发现个规律，就是他以那种虽然王太经常讲我爹味啊，我觉得那种真正以爹味出现的你就要小心。为什么？他开头就说你知道什么什么为什么吗？然后为什么马来西亚不能怎么样？我跟你讲要怎么样。这些我觉得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最终让你相信他的话。那他背后都是有深意的啊。他跟你讲一堆什么经济啊、大马生活啊，不要怎么样，他讲到后面都是讲那你要办什么事找我，其实就这个目的。这扮演一个传统了，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这个 saver 的这个角色，好像是啥都懂，然后又是这种口吻是不容置疑的权威角色，这是我们中国人爱听的这种就是领导腔嘛，对吧？爹味腔，混了别人。对，其实我们也是 saver， 因为我们很节约。这个 saver 开玩笑，对，冷幽默。还有一个呢，我估计又得被大家骂，但王太肯定很同意我，就是王太自己经常跟大家说，就是远离中国人的圈子。你能不能你们说一下？我们自己碰到过，我们一开始换钱，对吧？讲这个案例吧。王太说我在微信上面找到的，然后去找他换钱，一碰头，我把他给拉回来了。我说别找他换钱，我们走吧。后来就没找他换，是吧？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要摒除一种心态，为什么要远离中国人的圈子？我们总会觉得说，好像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们好像会真诚的待我们。第二个，总会觉得说自己初来乍到，好像有那么一点不自信。这些老兵们可能给我一点建议，但是我发现我跟有限的一些这个中国所谓的这个群聊组里面的打交道，我发现大家都是只有一个，都是带着圣意来的，是吧？我要赚你的钱，要你的钱，你的草，就是这个样子。我非常害怕，所以我觉得一些新移民的，大家可能初期是初来乍到，真的，反认识一些你的邻居。
马来西亚人甚至是外国人，对可能也好过你直接就踏入一个不明所以的所谓的几百人的中国人的群聊，真的可能就是割你韭菜。是，这不特定针对说啊，就是中国人，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远离中国人圈，因为他会形成一个圈，他知道你需要帮助，对吧？那他给你提供帮助，有可能就有问题。那回到一开始的这个案例，就是我们一开始来换钱的时候，王他找个这个人呢，就在学校附近，说，哎，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就多问他，我有点担心，我觉得他很急，对吧？他说。是，我说那你小孩几年级？他说不出来，后来又说转校了什么，我跟我太太说，我们真的不要找他了。他又说真，你分几批转给我就行，怎么一堆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问题。那如果你是其他外国人进入自己的圈，反正呢，我觉得以这个思路来判断，好吧，我不是特定针对什么，这是我的一些提醒啊。马来西亚移民局的这个官网，它做的还是挺好的，几乎每天都有视频和文字的这些消息，而且有一个 Facebook 的翻译功能，你可以 track 到移民局它每天的一些执法动态，挺好的。对我们外国人来说的话，但我们每次导向的呢，都是希望大家来买我们的好卡，这个有什么可以关联上？我发现大家都是只有一个，都是带着生意来的是吧？我要赚你的钱，要你的钱。哎呀，反正就是明天你要给大家一个优惠吧，你现在就给个优惠吧，3文鱼嘛，好吗？给大家好吧，我本来想每周给大家一些优惠，这样我们起猛一点，3文鱼5片的以上的，我们就给大家10块钱的优惠周吧，持续1周，这个到周末为止，在视频下方或者是上面，你看一下这个优惠券，你来的话买3文鱼，我们就给10块钱的优惠 ，OK 了吧？好，谢谢大家。OK 啊。